那么再问您一个问题啊，顺着我们刚才聊的这个话题，如果说一个人他怀疑自己可能是肩袖损伤，但是因为我对治疗有顾虑，就选择忍着痛，或者说我自己买点膏药贴贴，用热水袋做热敷，这样保守的处理方式，长期下去会有什么后果呢？能不能跟我们聊聊？这种做法的后果可能会相当严重哦。而且这种所谓的保守处理往往不是我们所说的医学上的保守治疗的目的。这个膏药热敷或许能暂时的这个缓解这个肩膀周围肌肉的这个紧张和一些浅表的炎症吧。让人可能短期内感觉舒服一点。但它无法修复已经撕裂的这个肌肉肌腱组织，如果因此耽误了正规的干预可能会带来几个问题就是症状持续并加重，疼痛和无力感会一直的存在，并且会越来越重，影响你的甚至影响你的生活，比如说做家务、工作，甚至自己的个人护理都会梳头了，搓背了，这些拿东西了都会变得困难。再一个就是损伤会进一步的扩大，小的部分的撕裂可能就在一个这些不当的活动或日常的磨损中，逐渐成为我们所说的这个最级别高的全程那个大撕裂。甚至撕裂了以后，就医学上我们难以处理的一些叫巨大撕裂。这会让就是后续的治疗难度和复杂性大大的增加。最需要警惕的一个并发的损伤就是肩袖是稳定咱们这个肱骨头，就是关节的这个关键。如果肩袖的功能长期的失效了，肱骨头就会活动这个中心上漂移，它没有阻挡了，也没有别的力量来平衡了，就肩膀上面一个叫肩峰的骨头顶部就会发生异常的撞击跟摩擦。这种长期的撞击不仅会进一步的损伤这个肩袖还会导致这个肩关节，就是骨头本身它不是有软骨吗？会发生快速的一个磨损，发生继发性的一个关节炎。我们医学上称这为肩袖关节病。一旦发生了这个阶段，情况会比刚才变得更为复杂。就是康复的难度和所需的这个时间会大大的增加。那您看您聊到这儿我特别想替观众朋友们问一个更贴近生活，大家每天都关心的问题，比如说在我们日常的饮食方面，有没有需要我们特别注意的，或者说有没有什么食物可以帮助咱们预防肩关节问题的发生，或者在我们肩膀受伤之后的恢复期提供一些支持呢？这个问题非常好。饮食确实是维持我们骨骼肌肉这个系统健康的一个基础支撑。虽然它不能直接治疗已经发生的损害比如说撕裂的肌腱不会因为我吃得好自己长回去或者长好，但科学的这个营养膳食摄入对于预防问题的发生和促进这个康复过程的顺利进行是比较重要的，是有用的。我主要是强调这3个方面。就是第一，保证这个充足的优质蛋白的摄入。其实我们的肌腱、肌肉啦、韧带啦，其实成分就是蛋白质。它愈合也需要蛋白质，确保每天摄入这个足量的鱼肉、这个青肉、这个鸡蛋、牛奶、豆制品和瘦肉，就是为这个软组织修复维持这个肌肉力量、这个体积啦，提供最基础的一个建筑材料。这对于这个中老年人正处于这个康复期，尤其是康复期的患者，肯定是尤为重要的。遵循这个还是抗炎饮食模式。身体里这个慢性的低度的炎症是许多包括这个肩关节退行性病变的一个土壤。建议还是适当多摄入这种富含奥格玛这种酸的
脂肪酸的食物，比如说深海鱼、三文鱼、鳕鱼等熏，亚麻籽、核桃啦、坚果啦，多吃这种颜色比较五颜六色的蔬菜啦或者水果啦，它们本身就富含各种一种抗氧化剂，同时啊，要有意识的避免这个油炸食品啦、高糖分的这种加工的一些食品，如果甜点啦、饮料啦，还有避免过量的红肉就是一些猪肉啦那些，因为这些食物啊可能促进这个体内的加重这个炎症反应。然后就是要维持这个骨骼，也要维持它的健康啊。这个健壮的强健的一个骨骼，也是整个这个关节系统的一个基石。就是补钙啊，保持足够的这种钙。钙就来源于这个豆制品、奶制品、深绿色的一个蔬菜，还有日常这个补充这个生活补充的日晒的这个维生素 D 啦。摄入蛋黄啦、动脉肝脏，或者在医生指导下使用一些药品的补充剂的摄入啊。对于这个预防骨质疏松，就是预防骨质疏松对这个关节的稳定和健康也是非常有帮助的啊。刘医生，您看啊，在刚才您的这段阐述当中呢，您再次强调了营养支持的一个重要性，主要就是食补嘛。那其实这也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明了，及时正确的诊断是多么关键。但是呢，如果说消极忍耐或者说错误处理，可能会引发一系列我们不愿意看到的连锁恶果。同时呢，呵护关节健康也要从咱们日常饮食这样的生活基础做起。